叫刘振东，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小的时候呢是一个留守儿童，大家可以投票了，开玩笑。其实我家里爷爷奶奶对我挺好啊，家庭条件也不错。刚开始去村里的时候，确实不是很适应啊。我们上学要坐农用3轮去学校，有人坐过吗？坐过。对吧？单缸柴油发动机啊，你远远就能听见它的声音，在那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往那一看，那个3轮车就在那抽搐啊。然后你一上车，就感觉车上所有的人都特别同意你的观点，围着一圈人看着你。你可以在这个车上谈成任何事儿，是吧？把你家房子送我。这么一个车拉着我们去学校念书啊。当然在学校呢，我的梦想就是变成那个英语课本里的孩子，从小做梦都想变成那个英语课本里的孩子。为啥啊？因为英语课本里的孩子的物质生活一直比语文课本里的好，对吧？你也不知道为啥，李雷、韩梅梅家里啥都有，冰箱、地毯、沙发、电视、电灯、电脑，啥都有。闰土就一根叉子，是吧？李雷、韩梅梅闲着没事出去郊游，是坐在那个公园正中心人工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吃汉堡，坐在草坪上吃汉堡。我们村里也有草坪，但我不能直接坐，里边有蛇啊！我要真想坐，还得把蛇先挑出来，否则那节课的英语单词就变了，也不是什么 lunch hamburger 了，对吧？第一个单词就是 dangerous 啊，第二个是 snake、hurt on my leg、help me， 大概是最后一个单词是 die， 对吧？啊，整个英语课本就结束了啊。但当留守儿童也不全是坏事啊，我挺喜欢当留守儿童的。啊，我下辈子还要当留守儿童，挺好的啊。比如说我找我爸要东西就非常简单，一个电话，我爸啥都给我。过年的时候，爸给我打电话说：“儿子，爸爸今年回不去了啊，你想要啥，爸爸给你买吧，行不行？你要不要变形金刚？爸爸给你买个变形金刚，要不要？这时候能要吗？能要吗？哎，不能要，对吧？不能要，因为我想要的更多，对吧？”你不能直接要，你要之前你要先巩固一下你们缺失的亲情，然后再玩命要，是吧？啊，我说爸，我啥也不要，我就要一个一直陪着我的好爸爸啊！一般说的话没有父母能顶得住的，对吧？我爸说儿子，你要啥爸都给你买呀，儿子。我要电脑啊！爸，你咋挂了，爸？后来我就转学了，转学去镇里念书，也不是很适应。最难学的是眼保健操啊，老师不让你睁眼睛，是吧？我只能跟着班级里教眼保健操的贴纸学。见过那个贴纸吧？哎，就那玩意儿只是图片，它不会动，你根本学不会啊！你不知道每个章节是怎么过渡的。第一张图是这样，第二张图是这样，对吧？你是直接来。你还是中间有个招是吧？你怎么能从这儿挪到这儿来了？我当时就明白武林秘籍为啥叫秘籍了，对吧？为啥有人练不出来了？啊，主角掉进山洞里，周围全是壁画，图片动作都很简单，但就是学不会啊。第一招是这样，第二招是这样，你咋过去的？对吧？你中间的过程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但其实说了这么多哈，最难过的是我送我爸爸外出打工的时候啊，感觉他好像体会不到我心里的不舍，因为当时我在3轮车上啊，爸走了，爸不给你买电脑了。谢谢大家，我是刘振东，谢谢。我叫刘振东，我是一个大专生。在法律上呢，我们大专生也可以管自己叫做大学生，大家知道吗？法律允许我们管自己叫大学生，法律允许，但是你出去不能乱说。你说啊，我在念大学，有些人他不懂，他会恶心你，你知道吧？啊，大专也上大学啊，这不要脸的，要操。法律也不管他们，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出去一说自己在念大学，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啊，你是本科生。有一次我一上车，出租车司机跟我聊天，他说小伙子，
我看你这样好像是念大学呢。啊，我说对。说完我就后悔了啊。大哥就开始了，大学好啊，真羡慕你是吧？这毕业之前还能先玩他个4年。我说也不一定是先玩4年啊，学医的吧？那得考研，小伙子，现在是竞争激烈，你不知道，现在这外边这本科生啊，都一抓一大把呀，小伙子。我说我好想被抓到呀，真的。全程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是大专生啊，不是因为我自卑，是我怕他替我自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过年的时候，我家亲戚拽着我聊天，说：“哎，振东考大学了啊？南方北方啊？一本二本呐？好不好就业呀？学校叫啥呀？哪个学校呀？你咋不说话呀？啊，你说话呗，哪个学校呀？啊？”我说大专啊，挺好的啊。连我学校名字都没问啊，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明明考不好的是我，但下不来台的却是对方。有时候我就想故意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个大专生，看看对方什么样的反应。啊，我认识一个北京大学的女孩，是一个研究生。有一次我俩在那吃饭吃到一半，她举着杯子开始问我，她说：“啊，刘振东，你也是研究生毕业之后讲的脱口秀吗？”我说我是大专啊，其实我这个学历呀，已经低的超出了这个女孩的预期，但是这个女孩又想安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情急之下举着杯子看着我憋了半天，她说：“哇哦！”我说我是高了本科录取线3分滑档去的大专，她说酷。我说你们北大的词汇量也不是很大嘛，还研究生呢，也研究不了我。然后我就跟这个女孩聊天啊，发现好学生就特别在乎自己的学校，对吧？你看北大给他们那个人工湖都取个名字，对吧？一个人工湖取名叫啥湖？大家知道吗？叫未名湖，对吧？一个人工湖取名叫未名湖啊，我们的未名湖。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人工湖，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学校的人工湖就叫人工湖，没有人在乎。对。而且我觉得学习越好的学生吧，就越能替我们去流水线上干活，你知道吗？我发现学习越好越适合去流水线，对吧？首先比我们专注啊，早睡早起，对吧？他们去流水线拧螺丝不会出差错的，真的。啊，所以我最近呢准备创业了啊！如果咱们在座有那种学历比我高的啊，希望大家给我发 offer， 好不好？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谢谢。今天穿裙子了，好看吗？好看吗？好看。我也觉得好笑。热搜预定啊，王悦穿裙子纯好笑，真的。我上次穿裙子是20年前，所以今天穿上这条裙子，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里面那个女孩子是谁。但一瞬间好像看到了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对，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留个板寸。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少跟妈妈见面，因为我爸爸妈妈离婚过后呢，我跟着我爸爸生活了5、6年。我爸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没有组建新的房间，我就睡在过道里。他也知道家里挤，为了给我们腾出空间，就经常在外面宿醉，醉到哪儿睡到哪儿。当然有的时候喝多了也会不小心回来啊，但他会一直敲其他房间的门，但大家只要不开门，就可以假装不在。但我很难假装我不在，因为我的过道没有门。我该早点认识刘仁成。但我也很感谢我爸爸，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的成功3分天注定，97分靠父母有毛病。我那个时候就会经常盼着寒暑假去找我妈妈，她换着工厂打零工，干到哪儿睡到哪儿，我就跟她一起挤在那个8人宿舍的一个上铺。每次去了就不想走，她都会说再忍一忍，攒够钱了就把你接走。还有，不能再胖了，昨晚让我掉下去3回。我有一次去找她，我们俩一起洗澡，开开心心的，她站在我后面给我搓背，2个人一前一后，像2个可爱的卡皮巴拉。但她搓着搓着，突然就沉默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她歘的一声就冲出去了，连衣服都没有穿，就开始拨通电话骂对面的人。卡皮巴拉一顿噼里啪啦，拿起来就骂：“你凭啥这样对他嘛？他不是你亲生的时候，你是个啥东西？”我当时站在那个厕所里面，我说：“我去，我妈是个 rapper。” 当我一
听就知道对面那个人应该是我爸爸，我也开始害怕了。我说你赶紧挂了挂了，他不挂，还一丝不挂。我也只好冲出去，一把把手机夺过来给他摁掉。我说你干什么呀？你怎么突然骂他？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背上有一个这么大的手掌印，我一看就知道是谁的。妈妈太熟悉了。我说那你骂了他，我怎么办呢？我妈当时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不怕了，怕个毛线，外婆家拆迁啦。Show time。他说你最多再等我1个月，我就能把你接走了。我说啊，还要1个月？那你怎么不等到1个月过后再骂他呢 ？Show time later。但我那次回去，我的心情其实轻松了很多，因为我就感觉再撑一口气，马上就可以出月子了。我妈也知道，她没办法给我360度的保护，一咬牙给我买了一件名牌 T 恤，361度，纯白色，我从来都不舍得穿。有一天同学跟我说，跟外校有一场5v5的比赛，我一听有外校的，我穿着361就去了。到地方一看，不是打篮球，是打群架。我到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我不敢打，也不敢拉。这个时候不知道人群里面哪里飞过来一只拖鞋，我看着我又哕下去了半边胸，上面印了一个巨大的鞋印子，像被谁踩瘪了一样。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个了，因为这是我最心爱的衣服。我当时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幸好我一眼就找到它的主人，我看谁没穿鞋就是谁的。没想到他说，你看什么看，有本事你就还手啊。我低头看着地上那只拖鞋，上面那个标志我认识啊，那个标志。我一拼下面的字母 NIKA， 耐卡。你穿山寨耐克，我这可是正版361啊！我当时抄起地上那只耐卡，我就开始 just do it。我说我今天3你61度啊！耐克怎么拼的？我今天跟你拼了。但那天我前脚刚回家，后脚我爸爸看我一身泥，他非常自然的、非常习惯性的反手给了我一巴掌。但那一次是他打了我那么多次，老子第一次没有掉眼泪，因为当时我脑子里面只有6个字：外婆家拆迁了。我当时看着我爸，心想，好大胆的穷人。我没想到他居然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说你看什么看，有本事你就还手啊。我可能确实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但我爸爸绝对不知道，老子下午刚刚在外面学了新的本事。我直接蹲下去，非常冷漠，捡起地上的一只拖鞋，拿起来一看，阿达拔斯。全世界都是假的，只有我妈给我的是真的。我当时气坏了，我直接后撤2步，一个冲刺抡着膀子，啪的一声，我就扇回去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过，那一次居然是我爸爸最后一次打我，也是我最后一次打他。但朋友们，我跟我妈妈现在都过得很好，虽然小的时候一些习惯还在，就我现在走过那个上场通道，还会困一下子。当时我住在过道的那5、6年里面，灯总是坏的，也没人修。是我做了单口演员过后，每次上台都有一束那么亮的光，能把我照死。我现在散光。但其实外婆家拆迁啊，是我妈妈给我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那个时代，她能把我接走，是我妈实在走投无路，她决定再赌一把，走进了我们那个小城市里面最大的赌场。婚介所。那天他化了一个淡妆，站在婚介所里面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叫张然丽，今年41，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我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能接受我女儿，跟我一起供她读书。我妈用她没有选择的选择换来了我有更多的选择，我才有机会一口气撑到这里，站在这个舞台上做自我介绍。我要告诉全世界的爱奇艺 VIP 用户，我是王悦，今年29岁，
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年的喜剧之王月。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嘻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最后一起狂欢一下，可以吗？好，给这场比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前几天因为就上节目的事情，我也上热搜了，热搜词条嘻哈离婚。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说上了这句话。第二天一醒来，营销号词条更过分：嘻哈离婚，独自抚养2个女儿。很抱歉占用房主任的2个女儿。我度过了不平静又不幸福的2天，离谱，营销号离个大谱。我确实是离了，很早就离了，没有女儿，没有儿子，但有一个前夫，有一个司仪。不是新博啊，以后你们就知道，司仪是整场婚礼核心很重要的角色。老公选错了可以离，但司仪选错了，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朋友会笑你。那段时间我很忙，婚礼策划属于见缝插针。记得当天是从凌晨开始飞，工作到下午2点，我就约的司仪3点到家里来商量这些事情。我到家刚往沙发上一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当当当当当突然响起。我起来把门一开，那个门砰的一下打开，我脸都被打平了。冲进来对着我说：“你好，我是你的司仪。”我上下打量一眼，一看，20几岁的样子，中山装，头发3、7分，站得笔直。我当时就对这个老派的司仪产生了质疑。我说：“我的婚礼该不会穿着婚纱抛绣球吧？”他刚刚坐下就拿出了他的笔记本，不是电脑，就是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说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关于你的背调。我第一次在司仪嘴里听到背调这个词，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说：“我知道你喜欢舞狮，当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对狮子，迎宾的时候你和你的丈夫1人1只。”我说：“我俩舞。”他说：“我也可以。”我说：“你安心主持吧。”他说：“我还知道你喜欢5月天，我把你上场的音乐也选好了，就是你最喜欢的知足，怎么去拥抱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我说停，他说你不喜欢吧？还有一首恋 ing 恋 iing 恋 ing。 我说停，不要再唱了，唱2句就够了。他说你版权意识好强。我说这个不是版权问题，哥，我到时候会准备好，我会发给你。他很开心，很爽快，直接就说到了。那我们就说抢亲环节，我直接告诉他，其实抢亲环节我不太想要，因为布置婚车婚房很麻烦，你记住。他当时听到打了一个响指，对我邪魅一笑，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婚车你到时候就用28大杠自行车。”我说28大杠，他说你不会骑是不是？很简单，你就，然后再跨过来就好了嘛。我说不是骑车的问题，他说那我先下来。下车他就跟我说，车子都好解决，主要是婚房。我要是没有的话，他甚至可以介绍一套给我。我说你主持个婚礼还顺带干中介，他说你不懂，只要你幸福，我做什么都可以。你是不知道这一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现在年轻人结婚的越来越少，你这单做不成，我就快没饭吃了。我还有老婆，还有儿子。我当时听到他说这，我一下理解了。我说行。他说我还有个外孙女。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当时觉得他已经疯了，想做成我这一单。我说其实我实话告诉你，主要是我的预算有限。他说什么预算？不要预算，你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现在看来。当初他话还是说早了，他都说到这儿了，我也直接告诉了他，我说其实我这个婚礼于我来说，其实再怎么办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有些人我想邀请的人他就是来不了。他说谁？我说我的外公。他说他在哪儿？我说死了。他说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放在婚礼上也可以，也是你喜欢的阿信的。我说信。他说什么信？我说不重要。
好了，我说我的外公看不了我结婚，其实真的就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他走了这么久，甚至都没有来我梦里看过我。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来不了？再说梦是反的，你太想他，他就来不了。只有你把他放下了，他才会来。所以你要办婚礼。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心里已经想好要换司仪，我就把他打发走了。关门前我说走吧走吧，后面写信联系吧。心力憔悴，真的非常累。当时把他推出去，把门一关，瘫倒在沙发上，还没有回过神，梆梆梆敲门声又响起，我气到弹起来又开门，一打开门我说谁呀？一开门，一个西装革履的先生说：“您好，我是您的司仪。”老子当时火都上来了，我说你同事刚走，你没看见吗？骑着28大刚走，你没看见吗？他说我同事不对呀，只有我呀，你约的3点。我低头一看表，确实才3点。回过神来，原来刚刚只是在沙发上做了一个噩梦，还好不用舞狮了，这个司仪就正常多了。我跟他当天聊完，我就定下了他。很快，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就非常想念我的外公，然后我就开始翻照片，越翻越不对。外公年轻的时候跟我那天梦里的司仪长得很像，但很模糊，所以那个梦里到底是不是他来，他到底有没有来看过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但是婚礼当天一切都很好。婚礼进行曲响起来的时候，我的耳边甚至响起了恋 IING， 我就知道当天外公和窦尔顿至少来了一个。来参加节目前，我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家里的猫啊，我就买了几个监控安在家里。那个监控比较高级，录入人脸之后就会有详细的显示某某在客厅，某某在厨房。安好的第2天，我的 app 上推送陌生人闯入，我赶紧打电话给爸妈。爸妈说这不见鬼了吗？哪儿有人啊？排查下来发现，监控识别到了客厅外公的遗像。真见鬼啦！后来爸爸把外公的遗像放到监控面前，录入人脸。录入外公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收到过陌生人闯入的提示。前段时间第1赛段播出的时候，我当时正在上海，当时我收到一条监控 app 的消息是外公在客厅。就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外公也许并没有错过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比如我的婚礼，比如现在。谢谢外公，我是丫丫。谢谢大家，我是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又走到总决赛第1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1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一个我比一个，上来一个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这儿能玩手机，这儿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我天，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了，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喜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2合1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2合1洗发水是洗发、沐浴2合1。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2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3合1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3合1。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5合1的洗发水。5合1，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书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
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带，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2合1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连个盲文都没有。其实有盲文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必4。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盲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啊？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啊！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啊！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这又一刀，大哥，别捅了，大哥，大哥，哎，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呀，别捅了，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建议，爱奇艺，爱奇艺，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那我再演一遍。他们。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巴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
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你说吧，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刀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这是什么？第2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期也比到这儿了，2季以来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我能在喜剧的舞台上永远做一个热爱飞翔的人。刘洋教主下台鞠躬。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野。哎，感谢各位，又一年了。哎呀，你们还记得我去年的这个人设是干净的应届生吗？其实我早都脏了，我也偷偷工作过。我之前是干过2年补习老师，然后本来大家觉得老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你为人师表，德高望重。但我们是那种机构老师，你除了要上课，还要自己卖课，谁能德高望重的干销售？我孔子站在路边发传单，子曰：“论语春秋了解一下。”学过了，温故而知新。哎，别走，最近搞活动，3人行必有免单。我们甚至真的入职培训就教你怎么把课卖出去，怎么让家长掏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补习老师可以转型为非常优秀的主播。这玩意儿我们都练过，就开家长会的时候像直播一样制造那种紧张感，说家长们，这课再不学，孩子马上就跟不上了。3、2、1，跟不上了。然后我就发现，现在好像人一工作就是要干很多这种脏活。现在好像就没有哪份工作是你只用干本职工作，就你实习就是实习，不用帮忙贴发票；会计就是会计，不用帮忙蹲监狱；讲段就是讲段子，不用帮忙念广子。现在好像就都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我小时候还跟自己说，于小雨，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做一颗社会的螺丝钉。做什么梦呢？你现在得当各种型号的螺丝钉，还得自己给自己当螺丝刀卷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甚至你就是个锤子，因为一直在钉钉。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离谱的安排，然后就会你刚一不高兴，就会有人跟你说，你工作的时候不要有情绪，有情绪是不专业的表现。我说人怎么可能做到完全没有情绪？我唯一见过在工作中没有情绪的人就只有杀手。但你把杀手逼疯了，他也有情绪吧？你试一下晚上11点突然跟杀手说，你用这1颗子弹
把这67个人杀完给我 ，DDL 今晚。杀手说：“那我杀你一个就可以了。今晚是你的 deadline。Sorry bro, I'm a pro。”然后你就算把活都干完了，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安心休息，还有团建这玩意儿。我之前上班团建说准备一起去泡澡，谁会想跟同事一起洗澡啊？领导说一定要全员参加，我当时都想说，我能不能就不去了？我直接把裸照发群里。然后去应酬也很烦，我酒量又不太行。有一次我就说这个王总，那我以茶代酒，感谢您。他说等会儿，你先换成酒，你再说话。就是我也不是不想喝，主要是我讨好别人是需要保持清醒的。你要让我喝酒，喝完我可就不怕你了。我刚叫你王总，喝完我说小王你过来，我考考你。你说我刚才吐是因为酒呢，还是因为你呢？而且大家都说这个喝酒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但现在很多人也没有那么怕酒精，不是更怕碳水吗？怎么没有人在饭局上劝饭呢？说你这炒面不吃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大家都端着一碗米饭打圈儿。我说领导，这碗白的我干了，您随意。哎呀，而且这些破事儿吧，它就是一些社会潜规则，你就算都干了也没有用啊，是吧？你就说你4次团建都参加，该裁员不还是裁你？你总不可能裁员的时候领导跳出来说不能裁，一起泡过澡，他有我裸照。所以我就觉得咱就别整那些虚的，你也别说什么应酬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是，咱们喝之前就签合同，明码标价，红的300，白的500，那我能把你喝到破产，我把你从老板喝成老赖，我把你公司喝到我名下。别人问我你财富自由的秘诀是什么，我说都在酒里了。然后我也有那些工作了很多年的朋友，我每次跟他们聊这些事儿，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于翔宇，你就是刚步入社会，社会化程度比较低，需要进行一些社会化训练。我一搜，社会化训练最早是用在狗身上，这是要让我干嘛？学会握手、狂舔、绝育。那以后谁再问我说你怎么不要孩子，我说我社会化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上学那会儿还学了很多什么人是什么，读哲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一出来发现人是狗，是牛，是马，是驴，是温水煮的青蛙。那什么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动物的总和。以后再玩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我。我就感觉现在这人都返祖退化了，那还学什么哲学呀？你把那个进化论倒着看，就是资本论。这一个人好不容易成人了，一进社会，哎，王总您好，拜托了，拜托了，我干了，我干了。可别再让我退化了，再退化我可就要咬人了。谢谢你们，约约。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悦。大家好，大家好，总决赛了。我第一轮的演出就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一个段子，大家看了吗？我讲那么多的段子，现在网上很多的人只记得一个事儿，就我讲了我的胸型长得像一个8字。前2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跟他朋友打麻将。打出去一张8万，喊了一声王悦，我都不敢往后拉，我怕桌上有人喊碰。我想直接给他评论，我说这个王悦可以胡，但不可以碰哦。其实我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胸就长成这个样子，也不要一直盯着看哈，就是。
我妈妈当时给我买了2件调整型内衣给我穿，我当时就是初2、初3的样子，正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好年纪，我就会穿着去打。但是那个内衣的钢圈啊，真的梆硬，有的时候穿着穿着它会跑圈儿，你知道吧？那钢圈一戳出来，真的扎心了，老铁。而且调整型内衣有一个特点，它特别紧，我每次穿上它，我需要调整我自己的呼吸。我穿着内衣在操场上，每次刚刚这么一投篮，那个内衣直接窜上来，卡在我的脖子上，顶到我的下巴。就那场比赛全程甚至都没有人防守我，我被我自己的内衣防得死死的，我都不敢拿着球，不敢投篮，一投篮下巴就被盖2个大帽。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海绵太厚了，哎，那个海绵厚到你有的时候直接扯出来，可以拿去洗碗。有时候你把它扯出来，它甚至就是一个碗。你这样夺它一下，它半天都弹不回来。打篮球嘛，难免会有一些肢体上的触碰。有一次我打着打着，那个男的突然就给了我一下，立马就给我道歉，他对不起，我犯规了。我说啊，没有吧？我的感觉你没有碰到我。他当时就看着我约下去了半边胸，半天都没有弹回来，他吓惨了。就围着我一直看，他说你这个，你确定你没得问题哦？你八字都只剩1撇了。当时全操场的男生都围过来看我了，我真的觉得很尴尬，但情急之下我就只有把另外一边也摁下去了。但是这个调整型内衣我穿了1年多就没有穿了哈，因为它确实跟我的八字不合。我妈妈也放弃了，她发现我把每一件调整型内衣都穿成了我自己的形状。我的胸有自己的 slogan，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做自己。但我最近因为出差越来越多啊，一次性内裤变成了我现在的生活必需用品。我这个身材真的很难买到大小合适的，其实网上很多商家的我都买过，最大号的我穿着都小，穿吧也穿得上，脱下来得剪开。而且一次性内裤真的太薄了，我就拿着那个内裤看，我直接看到了我的掌纹，我感觉它沾点水能当面膜，这真的是个宝贝哈，拿在手里怕碎了，穿在身上怕化了。一次性内裤你首先是个内裤吧，你要保证你最基本的功能兜底。你有这么透气的材料，你拿去做内衣呀？我感觉我这辈子真不容易，我买个内衣比我八字还硬，买个内裤比我命还薄。今年3月份我去加拿大演出去了，也演到国外去了哈，现在哈。315刚好就爆出来一次性内裤有问题，而且是安全问题，我当时真的天都塌了。你说你小我也认了，你薄我也认了，你跟我说这玩意儿有毒，那臣妾真是错付了。就好像你扛着香火去庙里，山高你也认了，路远你也认了，一到庙门口跟你说住持被抓了。专门看了新闻，他说这个东西不卫生不消毒，最重要的就是荧光剂超标。什么意思啊？把我们全部整成萤火虫。我穿这个内裤唯一的好处就是走夜路再也不用害怕了，老子自己就能开远光灯，真的。我当时一下觉得特别沮丧，我都穿过太平洋了，我都没有穿过一条合格的一次性内裤。我当时就看着那一堆漂洋过海带过去的问题内裤，穿吧可能会出问题，不穿吧也没有人知道。那几天我去了路易斯湖，我路过了尼亚加拉瀑布，我甚至站在一个国际的大舞台上，享受着雷鸣般的掌声，但我还是觉得很空虚，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底。
了新闻过后也是爱女心切，一气之下把我在家里面囤的40条一次性内裤全部给我拿去洗了，加工成2次性内裤。他非要说这个东西拿开水烫了就变干净了。我说那些做脏内裤的是因为烧不开水吗？还隔着时差给我发视频，就坐在客厅里面，把我一次性内裤一捆一捆的往开水里下，下进去就散开了。我感觉他在烫响铃卷儿。我从加拿大回家那天，我家阳台上甚至多了一道窗帘。我心想，也别加拿大了，大家拿，谁愿意拿谁拿。我看了都害怕，我怕邻居举报我们家，说这里才是制造一次性内裤的窝点。但是我最近终于买到合适的一次性内裤了哈，是一个孕妇用品。太好穿了，真的。但我每回都会把包装扔得远远的，我怕别人给我抱出去，说你别看他在台上留个板寸，私底下孩子都有了。就是最开始买的时候不会选尺码，我一点开里面 S 号到9个叉，我不知道我是里面哪个叉。客服给我说你怀到几个月就是几个叉。我先买了个2个叉的不行，又买了个3个叉的也不行，后面我才知道我的宝宝6个月了。但现在商家都懵了，我这个账号买6个叉，足足买了6个月了，这怀的是个哪吒吧是？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逼得单身做孕妇，逼得月子坐月子。我的要求真的很低，我就想要一件舒服的内衣，一条合格的内裤。你不要把我整得喘不过气又兜不住底的。而且那些做毒内裤的商家，你抓进去过后，日子也别让他们过得太舒服，就给他们穿调整型内衣，钢圈最硬的那种，穿大概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把他们全部都聚拢起来，唱铁圈累。反正他们又不怕累，他们的良心又不会痛。我觉得这个才是调整型内衣最该调整的地方。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